沙尘暴来了，赶紧下去吧。试一下王宫密道吧，有点危险。哇！又怎么闹害怕呀？洞中洞中洞！天哪！大家好呀，是3耀。拳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古格王朝。万万没想到啊，现在这条路修得这么好，只见狂魔名不虚传。那最早发现古格王朝人呢，是一个英国的冒险家，叫麦克沃斯扬。他1912年来这里的时候，发现了这片遗迹。1920几年间就环游世界了。后来呢，到了1984年，中国的科考队对古格王朝进行了细致的探索。科考队过来的那个时候，只有毛驴啊、马呀，或者装备舰，车是根本走不进来。现在马上到古格王朝了，这里是不一样的地貌特征，是扎达土地。不知道为啥总让我想起狮身人面像。这边已经修建得非常完善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土路了。之前应该是可以开到古格王朝的，现在不让自驾上去了，只能坐摆渡车，怕破坏环境嘛。一个人20块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了曾经存在过700多年的古格王朝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里面的人口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消失无踪，这个王朝就覆灭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知道一下这块的历史背景。古格王朝的祖先呢，最开始带着他的族人在这里建立了当年世界上最高的首都。虽然呢，这里属于高原亚寒带地区，平均温度也只有10度左右。不过好在这里的海拔相对于阿里的整个地区来说是比较适合居住的，只有3800多米。这附近呢还有一条河流，让这里的居民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。于是呢，他们便在象泉河南岸的台地上找到了这座扎布良山，在此建立都城。王宫建立在了山的顶峰，彰显了高高在上的王权。整个王朝从仿生学的角度来看，很像白蚁窝，等级秩序从下而上十分明显。这古格王朝的山脚下有一个泉水，这是可以直接饮用的，非常的干净。干杯！当我们踏入这道门的时候，今天的主角就是你。是我吗？不，是你，观众啊！对，你将成为这里第17代古格王。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回忆一下，你在这里都经历了什么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们带您参观一下您的都城。在最底层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多么的易守难攻。你们的先人，包括你，历历代代的把这里修成了这个样子。一旦要从这里进攻上来啊，我来了！迎面而来的就是无数的箭雨。他们的武器库里呢，甚至还有火箭弹。这个火箭弹呢，他们呢是拿牛角做的，里面塞满了烈性的火药。但是底层呢，不仅仅是防卫区，他们还有大批的居民居住在这一片。外围的这个碉堡群呢，更多的是用于防卫。从大门正对面的这个洞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窑洞呢，就是一居室，上面掏空的这些格子呀，是他们平时储存物品呀、放东西用的，可以用来防卫，里面可以放很多的武器。再往上走呢，道路更加的狭窄。你们家族呢，把入口处修得非常的易守难攻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道，顶多并排站2个人就可以守住。这里呢，就是杜母殿，这里的香火呢，一直非常的鼎盛，里面的壁画至今为止都是栩栩如生。可想而知，宗教对于你的臣民是多么的重要。这里面呢，就是白殿了，里面供奉着您王朝里的精美壁画和佛像。当然，我相信您都很熟悉了，所以就不进去拍了。穿过下面的宗教区呢，往上就是居民区了。这里呢，依旧是道路十分的狭窄，旁边的建筑在面临外敌时，可以很好的起到防御的作用。越往上走呢，可以看到你的国家把这里修复的是多么的完善。无论是军队的进攻，还是强敌的入侵，都可以通过这些狭窄的通道阻挡他们继续往上走。古格王朝简直就是把塔防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这两边的道路都是通往同一个地方，但是呢，都修得非常的狭窄。再往上呢，这个平台修得非常的大，可以站弓箭手之类的士兵来防御敌人的入侵。报告，有敌情。哎呀，自己人。再往上走的居民区呢，拥有2室1厅，看来不是一般人呐，可能是您王朝内富商住的地方。而且他家东西应该也不少，这么多的储藏室。这里呢，就能储存他们日常的生活用品。说到富商啊，您的国家主要是半农半牧，这旁边呢还有一个盐湖，半盐也是你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这里呢还有一些地窖，用来为您的都城储存一些粮食。这附近的河流啊，有很多的支流，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绿洲，种植着青豆、油菜和青稞。像您子民居住的房屋啊，墙上的窗户都特别的狭小，更加方便防守。每一层的要道都修筑有防御台，您的每一座军事建筑旁边呀，都有很多的储藏室、武器库，旁边呢还有居住室，士兵受伤或者休息的时候就会在这里。这些呢都是您子民居住的地方。您请进，门儿都没有。这里武器库里的盾牌、箭头、箭杆加起来数以万计啊！从半山腰往下看就不难理解，您的敌人为什么700年来都无法攻破您的都城。像这种特别重要的通道啊，旁边居民的建筑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换成防御的建筑。在这个唯一的通道旁边就有几户人家，我们先来看看您这位子民居住的怎么样。看来他的居住环境也是不错呢，储藏空间非常的大。报告，大军来袭。
这里海拔高3000米，路程高300米，往上你不累吗？爬这么高，往上有人抬呀。往上走，居住条件就变好了，还有门，基本上您的赌城每一层都有围墙，再往下去一马平川，天然的坚壁清野，让敌人的行踪一览无遗啊！再往上，即将抵达您平日居住的地方。越往上走，可以看到呢，您的子民居住的环境就越好。这大开间，格局一下就打开了。这里很隐蔽哦，是一个居住的地方。这里有个洞，需要爬进去，中间有个非常高的高台，用于防守，简直就是绝佳呀！这里就厉害了，想要去到您的王宫呢，就必须通过这个洞口，这得是多想不开，想要攻打王宫。现在有敌人要入侵了，哇，这洞这么难顶！射箭放火，你已经挂了。这洞里还有一个瞭望口，这个洞口探出去，哇，视野也太好了。王上，让我来替你带路吧。想要上去，前面还有个洞，简直就是铜墙铁壁，固若金汤啊！这个通道啊，四通八达的，两边都有瞭望口，设计的非常好。王上，我特别好奇，你平时真的是自己走下去吗？真的好远啊！这个瞭望台视野更好，上来这里还有个门，这就是您打下的江山，快多看两眼，马上就不是你的了。您的王宫啊，设计的非常合理，不仅空间大，对面呢还有一个密道，这个密道呢少有人知啊，并且要上来呢，他们只能从刚刚的地方上来。这里就是您的王城了，好多门啊！现在没有顶了，但以前有顶的哦。你看您的王宫多大，这么多卧室，这么多门。我看到您的王城上有很多游客写的到此一游，您想怎么处置呢？立即斩首，还是发配边疆？虽然这里易守难攻，但是您肯定也想到了，万一我要被围困于此，没水没粮，岂不是也要走投无路吗？您早就想好了对策。古格王朝的东西两侧呀都有泉水，顶上呢还可以凭暗道来取水。您使用的这些泉水啊，现在的扎布让村民还在用它灌溉。那刚才我们在城下喝的水，难道是这个水吗？对的。哇，我们同饮一片水，但即便您拥有再强的军事储备，还依旧有着一个很大的心病，也就是你亲爱的弟弟所主持的僧侣集团。你的弟弟为什么会出家为僧呢？在古格王朝当地啊，有一个习俗，每一个家庭无论贵贱，都会让其中的一个儿子去出家。那您呢，继承了王权，弟弟呢就只好去出家为僧了。但由于您弟弟的地位，让他很快呢就在僧侣集团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与声望，掌管了整个僧侣集团，声势呢也在一点点的逐步壮大。可能很少有人见过你，但是一定见过您的弟弟。您亲爱的弟弟在民众的支持下，把他的僧侣集团越做越大，做大做强，成为了宗教领袖。你突然意识到，如果再不压制他，那你的皇位就岌岌可危，形同虚设。终于1624年，机会来了，西方人来到古格传教，你认为新的宗教可以有效打击本地的僧侣集团，于是对他们关怀备至。先开始，你的僧侣首领弟弟还会对你很礼貌，建议您呢面壁思过背经书，不要想着让外来宗教入侵。来，亲爱的哥哥，面壁，来蹲墙角，在这背经书。说不给面子呀，还得是你弟弟。他让你面壁，你就去面壁吗？他是古格王还是你是古格王啊？这样你就更不爽了。于是呢，你就让那个过来传教的阿德拉德升任古阿地区的大主教。这一举动呢，彻底激怒了僧侣集团，对你是怀恨在心呀。终于1630年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太好了，就居住在这一片顶层的皇宫休息。于是呢，以你弟弟为首的这帮僧侣啊，就想趁你病要你命。他们呢就联合了王公贵族，围困了这一片王宫区。您这铜墙铁壁，是那几个烂鱼烂虾能打得上来的吗？我再病我都垃圾，任他们怎么打都打不破。你的弟弟呢，见这片都城久攻不下，于是呢就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决定，也不知道他这几年修行都学了个啥，找到了与你关系不好的血亲拉达克王。他的儿子呢非常愿意出兵援助，过来一起打你，但这帮外援来了，依旧是强攻不下。拉达克王的儿子一气之下，他才不管你的子民，让他们呢去老远的地方拉石头过来建石头墙包围你，而且呢还大肆的屠杀你的子民。最终不忍如此的你，在一个被鲜血染红的傍晚，从你的王宫顶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这700年的古格王朝。王上醒醒啊！以上故事内容仅为查阅资料，根据西方传教士的通信信件记录和考古学家发现的历史内容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古格王的僧侣弟弟呢诱骗他的哥哥去到下面签订盟约，不再打仗。但是呢，古格王下去的时候就被拉达克的军队俘虏了，被押到几百公里外的列城。拉达克王的儿子呢成为了新的君主，但古格王朝消失的真实内容已经无从考证。我们今天走密道下去吧，然后去藏尸洞怎么样？走。这个密道呢，在红房子的下面。这个皇宫密道呢，叫东宫，不是小东的东宫哦。小心哦，有点危险。特别是已经快晚上了。你们两个在隐居吗？这里面只有你们两个小动物哎。广大网友说这是什么？他头埋到进去说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拜拜。这还真的有两只鸟哎。
地道有点吓人哟。这里面好多洞穴啊！哇，里面有好多刻的一条一条的东西，看到吗？天哪，好吓人！这上面还有天窗。嗯。我去，这里别有洞天啊！每一个洞里都有一个房子，也是风景非常好，还有很多这种地方。哇！又怎么了？你别一惊一乍，我害怕呀！你过来，你也会挂一下。哇！洞中洞中洞！天哪！看到了吗？这里是通的。我天！这还有窗户。这里好大呀！还挺凉快。今天可热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洞，这边还有一个洞。这里有个拐角，我一打扰，退出来。这是最后一个通道。过来就是都是土。各位如果来啊，一定要下午2、3点，要不然阴气特别重。4、5点钟就别再下了，主要是暗了嘛，你就会害怕。对，这里还真的是别有洞天啊，风景还不错。赶紧上去吧。走吧。突然间来了一股风，眼睛被憋了。沙尘暴来了，赶紧下去吧。去看藏尸洞，洞在哪儿呢？在那个蓝旗子呢。藏尸洞是古格王朝的最后遗迹，位于古俄故城北面600多米的山沟里。他说里面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。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呢，洞穴里面有大概30具男性的尸体，但都没有头颅，可能是战俘。你咋走这么慢呢？有点害怕，突然有点怂，是真的。被封起来了，只有一点点的小洞。有味道吗？我以为过去几百年肯定没味道了，但是里面确实有味道。啥味儿？说不出来，就是一种火腿发酵的味道啊！往里看什么也没有，现在不至于犯呕，但的确是发酵的味道，闻着像奶酪发酵的感觉。对不起，没有不敬的意思，我们走了。我们回来了。这边真的光污染也很弱，晚上的时候天上的星星贼亮。